现在正值是毕业季，很多人都开始在找工作。我呢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想要做设计。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先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之后上片的资讯哦。那我们影片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ry。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做设计。通常聊到这个问题啊，我都会问我身边的设计师朋友，他们有什么想法，他们都会一致的跟我说：哦，我今天又要加到凌晨几点了，我的设计稿又被客户改了一改再改，再来就是我已经没有想法了，我已经把所有的想法都给客户了，但是客户还要我有更多的想法提案给他，等等的这些问题。然而每年都有数十万个年轻人投入设计这个行业，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做设计这么痛苦，还是有很多人往里头钻呢？我会做设计的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设计是我的兴趣。从小呢，我的兴趣也是画画。在升学过程中呢，因为有这一项技能被老师看到，所以一路上呢，我都是就读设计相关的科系。那像我毕业后呢，大部分的人可能会选择继续从事设计这个行业，也有转换跑道的人。在现实的生活中呢，也是因为对设计有那一份热忱，所以才会继续从事这一份工作。我认为啊，做设计可以提高自己的眼界，然后去了解一些社会上的趋势。当如果有朋友说，这个东西你可以帮我做吗？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东西做得一模一样，或者是很类似的，可能类似 DM 啊，或者是书籍、卡片等等的。这些如果我说，我可以帮你做，瞬间朋友就会对你刮目相看等等的那种眼光闪烁着。这时候呢，其实自己心里会蛮开心的，也会很有成就感。我想呢，这一份成就感对于我在做设计上是很有帮助的。另外呢，我之所以能一直坚持下去做设计的原因，也是因为我觉得做设计很自由，因为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可能有时候会按照客户的需求去做设计，但其实我们做的东西呢，都是符合社会上流行的趋势。你会了解说目前社会上流行什么东西，你可以提早知道，让自己的眼界更广，然后你也可以有很多的想法提供给你的朋友啊等等的。这些东西呢，都可以提高自己的水平标准。虽然可能设计行业在台湾的薪水并不高，但是我认为做设计其实是非常自由的。我常常跟别人说，工作呢，很像你在挑选对象，性格的因素对找工作影响是非常巨大的。单纯的热爱，我觉得还是不够。我认为啊，每个性格的人都有适合自己从事的工作，适合自己的工作就是最重要的。可能我们想象中的设计师啊，都是那种穿得很漂亮的衣服，进办公室工作，坐在那种采光很好的办公桌，每天画图、提案，手上再拿一杯 cappuccino， 走在街上，哇，看起来很时尚的样子。错，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，这是只有在电商才会出现的。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存在。你会遇到客户一再的修改你的设计稿，然后你要不断的去说服客户你的想法，让客户去肯定你的想法。如果客户都不肯定你了，你只能算是孤芳自赏而已。设计师其实比你想象中要做的东西多太多，其实没有这么简单。我们必须去分析问题，解决问题，把问题的主因找出来，在客户有限的预算之内，以不违背历史背景、客户的企业理念等等的去完成我们的设计。这些呢，都是设计师必须去面对的问题哦。在这边呢，我必须得说，每一项专业都有被值得尊重的地方。创意呢，它是无中生有的，但并不代表它不值得被尊重，因为呢，这都有可能是设计师长期累积下来的想法，他累积下来的技术等等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要去尊重它。
在我的生活周遭呢，其实有非常多很优秀的设计师，想法非常好的设计师，都是碍于现况而选择离职啊，或者是转换跑道，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。在这边呢，我想要给正职是设计师或者是准备踏入设计圈的年轻人一些建议，就是呢，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，我们是有无限可能的，我们就勇敢的去踏入自己想要做的东西，就算只是去累积经验，但你也可以有很多的收获。不要害怕失败，也不要玻璃心，勇敢的去做就对了。像我自己工作这么久，也会遇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，不管是做人啊、做事，其实都是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注意的。我们就是可以从工作中慢慢的去发掘，或者是去找寻自己可能欠缺的东西去补足，也可以利用额外的时间去进修自己不懂的东西。我认为这是对充实自己非常有效的。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我认为啦，艺文类的工作在台湾的薪水其实都不高，除非是那种很有名的设计师。以台湾的性质来说，真的不高。然后做的事情又很多，最后很多人都会变成是美编啊等等的，最后很强的设计师都会变成是美编。但这个部分其实还是得去慢慢的改变，毕竟台湾的文化就是像我刚刚有提到，就是朋友如果请我帮忙做设计的话，其实还是要收钱的，不可能做慈善企业吧？因为我们学设计学这么久，花了那么多钱，还是得收点工本费啊，不可能就是做免费的设计，然后就不用吃、不用穿等等的，还是得收一点钱吧。